巴黎大区，一条限速110公里的公路。2025年3月份的一个清晨，时速表显示速度刚过100，车头突然开始左右摆动。当时我运送的货物只有3公斤，车尾的载货系统却超过10公斤。我松开油门，缓慢地降速以后，摩托车恢复了稳定。问题不在货物，在于配置。这一套逻辑2分钟后拆给你看。我在法国做配送，今年是第14年，我实际用过2种排量的车，小排量踏板摩托车雅马哈 X-Max 300，其中 X-Max 把我的工作半径从大约5公里扩大到50公里以上。本期只讲一条经验：性能决定一辆车能接什么任务，用车成本决定这些任务值不值得长期做。2件事情加在一起，划出了独立骑手的业务边界。3种摩托车对应着3种边界。先交代一下信息来源 ：CKA 电动踏板摩托车，我实测6个月以上 ；X-Max 我从2024年起长期使用至今 ；NC750X 目前是观察与研究对象，不是实测。第一种边界是50至125cc 的短程高频率。我最近使用的小排量是一台 Eurocar CKA 电动踏板摩托车，厂家公布的参数是后轮无刷电机2500瓦，双电池位，整车自重75公斤。它面向外卖配送场景，双电池位的价值很直接，一块备用，另一块日常使用，高峰前交换，工作不会中断。按照每年2万公里的配送强度，我计算的定期保养支出大约700欧元。关于商用可靠性，说一件实际发生的事情。有一次，同事骑这台车摔倒了，车底部的支撑架被撞歪了。之后的3个星期，歪斜的支架在行驶中不断磕碰地面，撞击点就在电机附近。第3个星期，支架折断了，后轮电机从头到尾正常运行。商用可靠性的重点不在参数表，在出问题的方式。它的不便也很明显，动力模式需要手动切换，短程高频时需要频繁操作。这一类的电动踏板摩托车普遍如此。这一类车的账很好算，基础价格3000欧元左右，保险和定期保养都便宜。车身很小，在车流里容易找到空隙，能方便的停放进2辆汽车之间。燃油的和电动的类型我都长期使用过，这个量级的规律一致，对应的业务边界很清楚。它的工作范围集中在半径5公里内的高密度住宅区，客户是小餐馆和送餐平台。订单价格一般，距离短，时间紧，收益和节奏由中午和傍晚的2个高峰时段决定。在送餐这个场景里，它是一台合格的生产力工具。它的业务边界我拆成3条。第一条是计价方式，平台按单程计价，一单5公里以外的订单，返程的时间和车损计入独立骑手自己的成本。同样30分钟，在市区内能完成2个短程订单。如果跑一趟5公里外的，那么账面上只有1个订单，距离越远，隐性成本越高。第2条是道路，125cc 的摩托车在法国可以进入高速公路，我实际骑摩托车上去过，125的巡航速度和加速余量都跟不上高速车流。作为职业用车，我认为它不适合长期依赖高速去扩大工作范围。第3条是运输量，小型尾箱加上脚踏板的空间，一次2份餐，再加2瓶饮料，基本就是上限了。大件接不了，3条合起来就是这种小排量摩托车的业务边界。它只在自己的工作场景里成立，但是接不了其他类型的任务。也因为这样，这个阶段的客户名单基本由平台派单决定，主动选择客户的空间很小。当时我的结论只有一句：继续延长工作时间，改变不了车辆的性能边界。需要换的不是作息，而是生产力工具。第2种是 X-Max 300的跨区域个性化。2024年1月份，我换到雅马哈 X-Max 300，厂商关键参数是 292cc 水冷单缸，最大功率约20千瓦，座位下的储物容积45升，油箱约13升。2026款的整备重量183公斤，售价约6700欧元。成本结构换了一个新量级，按照每年2万公里计算，定期保养加零件磨损的年度支出约2000欧元。保险费每月约70欧元。这些参数里，对职业使用关键的是2条：储物容积能容纳2个头盔，让日常任务不太依赖外挂的箱子；1万公里的保养间隔能够缩短停工时间。先把结论放在前面，性能决定了我能不能完成一项任务，而用车的成本决定这项任务值不值得长期做下去。摩托车不会替我找客户，但是客户出现以后，哪些业务适合你，
摩托车已经参与了商业决策。业务上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工作半径，从市中心到20公里外的大学城，小排量走市区道路接近1个小时 ，X-Max 300走高速公路大约15分钟。工作半径从5公里扩大到了50公里以上，从街区内的慢速绕行变成了高速公路加上末端的2-3公里。半径扩大以后，任务类型跟着变化。举例一个我实际完成的订单：2025年某一天傍晚7点钟，一位客户打来电话，说他白天要上班，想请我第二天清晨带他去郊区取一件东西。当天晚上9点半，他把取件所需要的证明文件交到了我手上。第二天清晨，我按照约定完成了取件。最后在同一天晚上10点钟，客户来取走了东西和文件。4个时间点全部围绕客户的时间表运转。注意这个订单的结构：时间紧急，日期由客户指定，地点在郊区，流程里有凭证交接。标准流程一般接不住，我可以接住。这类客户的定价逻辑也不同，他购买的服务不是单程送货，而是多个确定的时间点和坐标。这类订单的共同特点是临时急迫的需求，非标准化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小批量、跨区域及时响应。规模化的经营模式擅长的是标准化、批量化、固定流程。上面5类任务恰好落在标准流程之外，属于规模化体系不容易覆盖的那一部分。个体经营者的生存空间不是与大公司竞争同一批订单，而是接住个性化的这一部分。两边不是有他没你的关系，而是有各自的结构特色。客户通常来自本地的社交媒体，要让人第一时间就想起我的响应速度。维护客户关系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每一次任务按时完成，留下一贯好评的记录。现在回到开头的那一件事情，那天车尾的配置，我逐个的报一下重量。铝制尾箱约 6.5 公斤，尾箱的底部固定板大约2公斤，底部固定板的下面还必须安装同品牌的专用支架。铝制尾箱、底部固定板和专用支架3件东西必须是同品牌配套的，这是系统规则。整套系统安装在摩托车的尾部，位置偏高并且靠后，货物3公斤时，系统超过10公斤。如果时速超过100公里，车头就容易出现连续的左右摆动，社交媒体上俗称为死亡摇摆。原理并不复杂，因为重量大，重心靠后，前轮载荷变小，车头稳定性就会随之下降。我的处理方法是先稳握车把，再松开油门，放松身体，然后缓慢降速，不使用急刹车。我把这一段经历整理成了3个步骤，可以直接照着做。第一步是称重量，铝制尾箱、底部固定板、专用支架，再加上货物，称出总重量。先对照车辆手册的载重上限。第二步是配重比例，重的物品尽量放低，尽量靠前，箱子内的货物要固定，防止它在行驶途中移动。第三步是分级测试，每次改变载货配置以后，先到限速110的路段分级提速，80、100、110公里，然后逐级观察车头反应，出现摆动就松开油门降速，不使用急刹车。测试时选择清晨车流少的时段，这样可以留足观察的空间。再补2个好习惯：一是出发之前检查轮胎胎压；2是买尾箱之前确认专用支架适配你的车型和年份。工作半径扩大的价值不止在送货。2024年6月份到8月份，我同时接受了一家法国头部物流企业的雇佣，白天在95省的仓库负责分拣和叉车驾驶，傍晚继续做独立骑手。仓库位于95省的马尔利城，我住在94省的克雷泰伊，往返大约90公里。这条路线每天的车流量偏大，公共交通的换乘次数也偏多，导致时间不可控。摩托车的重要作用是把交通路况对到岗时间的影响压缩进了可控的范围。2个月合同结束后，我收到了仓库经理的推荐信，白天接受雇佣合同，傍晚的工作是自营服务合同，2份日程能够无缝融合在一起，前提条件是交通时间可控。再补一个制度事实，在法国，个体户身份与雇佣合同可以并存。巴黎大区的物流仓库大部分位于郊区，公共交通往往不够方便，通勤半径本身就是入场条件之一。所以一辆覆盖范围更大的摩托车连接的不仅是更多的订单资源，还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比如配送、受雇的岗位，以及像叉车驾驶这样的横向技能。这段经历之中，我还收获了一个副产品，更大的移动范围让我接触到了更多工作现场和第一手的素材。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社交媒体频道，就是建立在这些内部的长期观察之上。能力升级之前，成本会先升级，这是换车以后需要正视的一件事情。列出一个我在用的算法，可以照抄。第一步是计算每公里的成本，比如年度保养加上保险费加上能源消耗，再加上设备的年度折旧，再除以1年的公里数。以我的 XMAX 300为例，每年2万公里的保养费用约2000欧，保险约840欧元，能耗和折旧请按照实际数字填入。第二步是计算单笔订单，比如用客户的报价减去往返的总公里乘以每公里成本，最后减去我的时间成本。时间成本的估算方法是用上个月的净收入除以实际工作的小时数，我就得到了收入的小时基准。举一个例子说明，如果每公里的成本是 0.25 欧元，一个订单往返40公里，仅车辆成本就是10欧元。如果结果是正数，就值得我接那个订单；结果为负时，果断放弃。这套算法的作用不是多接订单，而是用明确的标准筛选掉低价值的订单。如果任务的结构不变，更高的性能不会自动改善经营结果，只有业务跟着升级，这些新增成本才有机会转化成更高价值的任务。第三种是 NC750X 的长距离低频率。关于本田 NC750X， 我没有长期使用过它，这一段是我的观察与研究，不是实测。研究它的起点很直接，在巴黎大区的公路上挂着专业铝箱的 NC750X 并不少见。厂商参数是 745cc 并列双缸，输出约43千瓦 ，DCT 双离合自动变速，原油箱位置改成了23升的储物箱，油箱约14升，整备重量226公斤，2026款约9000欧元。按照每年2万公里的模型，授权经销商的定期保养费用，我预估约2200欧元。它指向的业务更偏向企业级客户，对可靠性、专业性、时效性有稳定需求的机构，例如一家律师事务所。需要在下午5点之前把一份投标文件送到另一座城市。这类客户更关心的不是价格，而是你是否足够可靠。一台维护良好、车况整洁的大排量摩托车本身就是专业度信号的一部分。DCT 在这类业务里不是噱头，自动变速功能能够减少换挡操作，降低疲劳和保持专注。车身两侧还可以加装侧边箱，扩展运载量。侧边箱同样遵循同一品牌配套的安装规则。购买之前，请先查询适配列表，这一点和 XMAX 那套系统一致。这类业务的经营逻辑与送餐平台截然不同，运输能力认证与交通局的登记只是进入这个领域的入场券，核心竞争要素大概是客户关系的沉淀。这几项是我的研究方向，先观察再实测，实测之后谈经验，是我频道的风格。最后总结一下，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2026年选择哪一种送货摩托车，性能，尤其是用车成本，已经决定了独立骑手的客户类别。50至 125cc 的业务模型偏向短程高频率，节奏通常由送餐高峰时段决定。XMAX 300是高性价比的效率工具，更适合跨区域个性化，产出由技能拓展决定。本田 NC750X 更像一位商业伙伴，适合长距离高价值订单。这3种边界没有高低之分，只有任务匹配度的差别。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哪一款摩托车最好，而是我未来主要面对哪一类任务。摩托车的选择画出了业务的边界，边界之内如何经营，取决于各经营者本人。这个频道不讲虚构的商业理论，只记录一名独立骑手在法国的真实履约数据、设备测试与风险复盘。如果你也在评估自己的生产力工具，或者对跨区域个性化配送的运营逻辑感兴趣，欢迎订阅本频道。下一期我将继续分享实测数据。你在换车之后接到的订单类型发生了什么变化？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经验，每一条我都会看。